去年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款非常特别的办公鼠标，它就是来自 Intel Maser 定制的可双 M6大师版。它拥有类 Master 的造型和手感，支持3模连接，最高1K 赫兹回报率，也提供了无级金属滚轮、侧边轮等等配置，基本上是对标 Master 3S 的一款产品。虽然某些部分呢还有些差距，但也有突出的一面。我个人也是给到了平替这样的评价。那今年年初啊，这支 M6大师版迎来了一次较大幅度的升级，一口气推出了2款高低配的鼠标 M6Z22 和 M6Z28。前者 M6Z22 配备了 PAW3395 的传感器，升级到了电磁滚轮，价格呢维持在300元左右。我个人理解这款 Z22 应该是接替去年 M6大师版的迭代产品。那另一个呢就是 M6Z28 啊，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它配备了一个 PAW3950的传感器，原生回报率来到了8K 赫兹。听到这里，估计小伙伴和我一样有点好奇啊，就是一个办公鼠标为什么要配备一个8K 的回报率呢？本期视频就来主要聊聊这支 M6Z28。这2款 M6大师版的和之前的外观基本保持一致，还是那个高背的造型，外壳使用的是 APS 塑料，同样表面喷上了一个中性类肤的 UV 涂层。颜色上呢 ，Z28 采用了一个全新的专属深灰配色，有点像苹果那个经典的深红灰。个人觉得看起来还是有那么点专业的意思。重量上也进行了减重，从原来的104克减到了89克，长时间使用对整个手部会更加轻松。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升级点。对于我个人而言呢，我会持保留意见。我觉得办公鼠标重一点会好一些。M6Z22 和上一代使用的是同一款华洛的精英微动，整体几乎无声，点击感偏软，点击寿命是2000万次。那这一支 M6Z28 使用的是一款高端电竞级的凯龙紫金 Pro 微动，拥有1.5亿次的点击寿命，点击压力也比较软，但行程短，触发快，声音会更清脆，音量中等。虽然静音按键在办公室很受欢迎，但不得不说，换来的漏和糊的手感呢，确实会降低使用者的体验。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改动是为了办公和娱乐的双重需求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丢失了一点静音能力，换来的是提升显著的操作精度和节奏感。你们喜欢哪种手感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 PAW3950的传感器在游戏领域意味着什么？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在办公场景下呢，特别是144赫兹高刷显示器上，能够让你的鼠标像德芙一样丝滑，彻底告别抖动和残影。那相比 Z22 和老款的3395，Z28 它的 IPS 追踪速度和 FPS 的静默帧率有着明显的提升。在办公中的跨屏操作和游戏中的帅气甩枪，这种大幅度的移动都会更稳，更不容易丢帧。小幅度的精细操作也会更加细腻。另外 ，PAW3950 在玻璃这种光滑的表面材质上也会更加出色，适合极端的使用场景。那续航上呢 ，PAW3950 也会更低。同样的设置，同样的电池下，相比 PAW3395 续航会多9%左右。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开启 8K 模式后，功耗会成倍增长。在意续航的朋友可以酌情开启。不过 Intel Maser 应该是考虑到了这点，非常贴心的在配件中增加了一个公版都没有的磁吸充电，不用时随手往充电器上面一贴就能够充电彻底解决了鼠标用到一半时就要充电的焦虑。而且这个还可以用到其他配备 C 口的鼠标或者手机上。除此之外，它还在背部预留了一个专门给你插接收器的 USB-A 口，这样一来的话，可以为你的设备省下一个宝贵的 USB 口的同时，还能够拉近接收器和鼠标的距离，从而减少干扰，激发鼠标的性能。这个配件非常的赞，我特别喜欢。另外 Intel Maser 为这2款大师版鼠标都配备了众多的配件，包括防滑贴、脚垫、收纳袋，各种 A 转 C、C 转 A 转来转去的配件，有兴趣的可以自行了解。那总的来说Intel Maser 的这2款联名的鼠标还是非常上心的，短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迭代。M6Z22 补齐了之前的遗憾，1K 赫兹的回报率能够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无级电磁滚轮体验也是进一步向老大哥 Master 看齐。在我看来，它已经算是进化成一个性价比更高的鼠标。那 M6Z28 呢，更像是一个人体工学全能旗舰，它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个平替的角色，甚至是重新定义了办公鼠标的上限。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也记得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观看，我是小峰，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